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2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2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5.88，收盘价是212.42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0.10，最低价是在212.20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1.06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.9倍量缩。KD 值，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下，双线是继续下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继续处于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0月2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止涨后的回档中。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最高不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然后呢收盘价是收在了这根天剑线最低的下方。那我们在前一期视频描述天剑线的时候说过，如果股价日后的收盘价能够站上天剑线的最高，就能够继续反弹。但是如果股价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天剑线的最低呢，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回档。好，那么我们会看到在10月25日的收盘价是跌破了，或者说是在天剑线最低的下方，那也就预示着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回档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25日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10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20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实际在10月25日收盘价是在212.42，出现了回档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回档啊，收盘价的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但是它们的性质相同。也就是收盘价都是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，也就是预示着股价将会继续回档。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。对于10月26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依然设在10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02.51。那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点。那跌破这个点呢，将会继续自2023年9月15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当然也是继续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。因为我们会看到上方有头低，下方呢有底低。那如果继续这样一个空头趋势，那股价的目标一定是要跌破这个前低，所以它是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。同时我们说200整数关口也在它附近，所以这个地方呢一定是空头的目标。对，好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股价如果继续下行的目标就是152，也就是4月27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我们会看到这一波涨幅到最高，这是最高点。对于这一波涨幅来说，那么一旦这个头低底低的空头趋势建立，那么股价整个下行的目标就是152。那么但是呢，在中间我们再给一个中间目标，也就是一个支撑位是在178
附近。178是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回档再上涨，也就是这根起涨 K 线的最低。所以我们设一个中间目标是178。那么下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202.5、178和152。那么如果152被跌破呢，其实我们从目前的这个趋势上来看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01.81。也就是说，股价日后如果跌破了152，也就瓦解了目前这个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将会被瓦解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下行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依然设在这根天剑线的最高222，因为这是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。然后现在呢，也就收盘价跌破了它前低，也就确认了直涨。那股价说，如果不跌破下方的最低而出现反转向上呢，那它的目标就是要站上它，因为股价只有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，才有可能继续反弹。对，所以说目前的第一个目标是222。再向上的第二个目标，我们给的是一个压力位是236，是这个缺口的中线。然后第三个目标是257，257也就是股价如果能够站上它，继续反弹，然后突破强压力再向上，如果能够站上257，也就是说瓦解了自10月11日以来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。所以说，对，这是股价上行的目前的第三个目标。当然再向上还有2个目标，我们等股价接近257之后，我们再来讨论更上方的目标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3个目标。那在10月26日盘中，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依然是前一日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10月25日的最低是212。我们在之前也就是说前一期视频我们给出10月25日盘中的观察位是天剑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在它的上方运行有可能收高，但一旦在它的下方运行会收低。好，那么对于10月26日呢，我们要关注10月25日的最低。那同样的道理，就是说股价如果在盘中是在前低的下方运行，那对于10月26日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收低。尤其是如果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那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测试200关口，也就是测试前低。当然，如果股价能够在前低的上方运行呢，我们认为才有可能出现反弹或者是横盘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12的目的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我们在10月23日的收盘价212附近给出了5%进场强反弹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，获利目标是216到219。那在10月24日盘中，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到达了这个位置，是可以获利出场的。如果没有出场呢，我们前一期视讯当中给出的止损位，也就是到了10月25日给的止损位是202.5，守这个前低。然后我们还会看到在10月25日盘中，股价又依然到达了216和到219，也就是说，在10月25日盘中，这个强反弹的仓位依然是有获利出场的可能的。对，所以说目前那么这个仓位很有可能是已经获利出场，但是如果说想继续持有没有获利出场呢，
那我们在10月26日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202.51。对，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操作建议。那在10月25日这个收盘价的这个位置是不可以加仓或者说是进场抢反弹的，因为这连续2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 K 线呢，都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下行，说明上方是有压力的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目前在10月26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那这2根 K 线实际上已经有空头力量进入了。那连续我们会看到其实是2个交易日的量缩。那在10月26日，我们认为开盘之后一定会有空头仓位的进入。他们的目标就是下方的202。我们认为很有可能在10月26日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下跌，也就是出现一个量增，然后一个大幅的下跌。对，所以空头的目标是202和200关口。那空头的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222。好。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描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0月2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11到213。对。那5日均线值呢，既是压力位也是支撑位。因为如果高开呢，它会成为支撑；如果低开，它会成为压力。对，所以我们压力位依然要设立这个5日均线值，是在211到213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和上方的222，也就是220到222。好，第3个压力位我们给出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28附近。第4个压力位就是上方的缺口是230到242，其中236是强压力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11到213。然后第2个支撑是202.5到下方的200整数关口，这是第2个支撑位。然后我们再给出一个支撑位，就是在195附近。195是5月31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当然第4个支撑就是178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0月2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继续回档，甚至是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行。对于下行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是带有条件的。好，如果股价回档或者出现大幅的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。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14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05，收盘会收在206附近。那对于这个下行的点位的条件是股价在盘中是不可以高于214的。满足了这个条件，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另外一个下行的点位呢会更低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11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99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01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下行，它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11的。
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行。好，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一个横盘。如果出现横盘，它将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。然后在盘中，股价最低会到达210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1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11附近。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横盘呢，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横盘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即使我们预测第二可能，即使出现横盘，也是收在前低的下方。但是呢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，这样的横盘呢会继续出现一根含有长长上影线的一个小红 K 线。对，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0月2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